欢迎来到读书源泉，每天一起读一本好书，寻书中黄金屋，赏书中颜如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上游思维，作者是美国的作家丹西斯。作者在书中用一个小故事向所有读者说明了什么是上游思维。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两个人在路上走着，忽然听到桥下的河水里有人呼救。他们发现有一个小孩快要被淹死了，就立刻跳进水里去救人。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小孩拉上岸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河水里又有另一个小孩在呼救，他们不得不再次跳进水里去救人。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小孩不断地从河水里冒出来，他们两个都快要筋疲力尽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爬上了岸，朝着远方走去。他的同伴很奇怪，心想，这么多人还没救完，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上游看看，到底是谁在把这些小孩扔到水里的。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大家仔细想想，有一个人在河里拼命救溺水者，而另一个人则是要到上游去查找溺水的原因。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反映了生活中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下游思维，这种人总是处于下游，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如果问题偶尔发生，他们还能应付自如，但如果问题频繁出现，他们就会感到力不从心，陷入被动和无奈。他们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种是上游思维，这种人能够提前预见问题，并主动采取措施防止问题发生。这样的人生活会更加从容和自信。然而，现实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说，这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高手思考方法。如果你想摆脱平庸和被动的状态，成为一个主动思考的高手，那么今天推荐给你的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启发和收获。这本书的作者是丹西斯，他是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曾经在哈佛商学院和杜克大学任职。他还有一个哥哥叫齐普西斯，也是一位知名的组织行为学家。他们兄弟俩合作过很多畅销书，比如《决断力》、《顺变》、《强力瞬间》等，我们也都为大家解读过这些书籍。在今天的这本上游思维中，丹西斯没有使用很多复杂的理论，而是通过大量的真实案例，希望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在个人生活、组织管理、国家发展等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上游，因为只有改变规则，才能够真正改变局面。今天的解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探讨一下上游行动的难点何在，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更容易陷入被动应对的状态，而不是主动干预。第二部分我们讨论一下如何培养上游思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因素妨碍了我们的上游行动，让我们更倾向于被动应对。作者在书中总结了3种常见的情形，这3种情形使我们沉溺于下游行动，却忽略了可以逆流而上的可能性。第一种情形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我现在无法处理那个问题。想象一下，一个一直在河里救人的人，如果你让他停下来，去查看上游到底出了什么岔子，他很可能会回答你，等一下，我现在很忙，没空管那些事。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因为在工作生活中，紧急的事情太多了。比如今天是报告的截止日期，比如我马上要招待一个客户，比如家里的水管漏水了，我要赶紧找维修工等等。许多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的思维会默认地关注眼前的紧急事项。但是作者指出，问题就在于，当人们忙于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时，他们就不会再试图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他们的视野会变得狭窄，缺乏长远的规划，也不会对每件事情进行战略性的优先级排序。结果就是什么最紧急就先做什么，久而久之，他们就会陷入一种短视的、应激性的思维模式中。作者在书中把这种情形称为隧道视野，就像把一个人的思维限制在一条漫长的隧道里，他只能沿着一条路前进。他们很难停下来思考，隧道之外是否有其他的选择，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下游行动都是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而上游行动则是重要而不紧急的。相应的，
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下游行动都是容易上手的，解决后能得到及时反馈，有成就感的。而上游行动则是艰难的，需要你有耐心和毅力，付出努力的。本书作者提到了2009年他与加拿大警察局副局长的一次交流。副局长认为，许多警察的工作模式是以抓捕罪犯为主，而不是以预防犯罪为主。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2个警察，一个警察在事故多发路段执勤，通过自己的存在来提醒司机注意安全，从而减少了违章和事故的发生。另一个警察则是躲在路边，专门给违规的车辆开罚单。他问道，谁的工作对公共安全更有贡献？显然是前者，但实际上只有后者会得到表彰，因为他有一大堆罚单可以证明他的工作成绩。这就是工作规则导致的问题，他奖励了那些应对紧急情况的人，而不是那些改变现状的人。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说我现在没法处理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以后也不会处理那个问题，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这是事实。各种紧急的事情会占据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忽略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它的危害。作者还提到了另一种情况，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不是个问题。还是回到开头的故事，这条河里经常有孩子溺水，随着救人者越来越多，最开始在下游救人的人已经成了老手。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这条河里总有孩子溺水，他可能会无动于衷地回答你，这条河水流急，一直都是这样，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习惯的力量。比如你进入一个房间，可能一开始就会注意到空调发出的噪音，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会适应了，觉得一切正常。同理，如果我们长期处于某种不合理的规则之中，可能刚开始还会感到不适，但是时间久了就会习以为常，甚至不认为它是个问题，更不会想着去上游看看了。马库斯·艾略特是一位医生和体育教练。1999年，他刚刚加入一个橄榄球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很多球员都经常因为肌肉拉伤而受伤。很多人认为这是橄榄球这项运动本身的特点，受伤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有人觉得受伤是一种荣誉，证明了自己的努力。但是艾略特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大部分的受伤事故都是由于训练方法不科学造成的，因此在训练过程中，他会对每一位运动员进行详细的力量测试，制定个性化的训练计划，并且根据数据分析，重点关注那些容易受伤的部位。当然，在艾略特推行新的训练计划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阻力和质疑，但是艾略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的带领下，球队的受伤事故从原先的22次降低到只有3次。在比赛中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后来艾略特还创办了一家体育公司，专门为运动员提供运动分析和损伤预防的服务。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有超过一半的球员都接受过艾略特公司的评估和培训。损伤预防科学在职业体育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再比如1998年，如果你是一位在美国芝加哥市公立学校读书的高中生，那么你能够顺利毕业的概率只有 52.4%， 这意味着在公立学校庞大的体系中，36万多名学生中，大约有19万名学生是无法毕业的，他们只能选择去社会上打拼或者成为失业者。这就是芝加哥当时的教育现状。作者采访了一位中学校长，他很无奈地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有一种观念，认为高中生只有2种命运，成功或者失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高中就是决定他们未来的地方。如果没能顺利毕业，那肯定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结论。你看，人们长期处于一种不合理的环境或者规则之中，就会变得麻木，无法察觉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好了，到这我们算是说完了前2种情况。第一个叫我现在没法处理那个问题，第二个是这不是个问题。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到的最后一种情况叫这不是我的问题，加了一个定语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说的那个在河里救人的场景，我们可以假设那个去了上游的人最后幸运地找到了为什么孩子会溺水的原因。
但是该如何采取行动呢？现实情况往往是问题比较复杂，难以处理，或者是思考一番之后，他评估这个问题，好像觉得也轮不到自己来解决，那最后上游行动就会处于停滞的状态，孩子溺水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要知道，上游行动的难点就在于这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并不是强制要求的。一般来说，下游行动出现了问题，责任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越往上游走，牵扯的人越多，问题范围也会越大，基本上是没有明确的责任人的。这就会导致即使很多人都有能力解决问题，但是因为要规避风险，或者是怕承担责任，又或者是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等种种原因，不愿意采取行动。比如说，在提高芝加哥市公立学校高中毕业率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就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老师或者校长，不可能有能力可以改变整个教育体系，即使他们了解很多孩子的家庭情况，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再举个例子，易客行是一家国际在线旅游平台，他们在2012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客户体验团队负责人在分析数据时，发现每100个在网站上预订了机票、酒店或租车等服务的客户中，有58个人会在预订完成后打客服电话寻求帮助。这显然不符合在线旅游平台的优势，即客户可以直接在网上完成所有的操作，无需像以前那样打电话沟通，费时费力。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大约有2000万通电话的主要原因都是客户要求发送行程单。如果每通电话的成本按照5美元计算，那么这个问题就造成了1亿美元的损失。而导致客户无法收到行程单的原因很简单，要么是客户输入了错误的邮箱地址，要么是行程单被误判为垃圾邮件而被删除，或者是客户自己把行程单当作垃圾邮件删掉了。更糟糕的是，客户无法通过网站自助找回行程单，只能打客服电话。针对这个问题，易客行很快组织了一个小组，实施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自2012年以来，客户打客服电话的比例也从 58% 降到了 15% 左右，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相比于这个结果，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易客行作为一家大型公司，为什么会拖到有2000万通电话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呢？为什么在第100万或者第10万通电话被记录时就没有引起重视呢？原因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3种情况，这不关我的事。和大多数公司一样，易客行把员工分成了不同的团队，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工作重点。比如说，营销团队负责吸引客户访问他们的网站，产品团队负责说服客户完成在线预订，技术团队负责保证网站功能的正常运行，客服团队负责在客户遇到问题时及时响应，并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团队的工作目标是为了确保客户不需要打电话来寻求帮助。事实上，在问题刚出现时，每个团队其实也都注意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如果没有人主动承担这项上游工作，那么潜在的问题也就无法得到解决。上游行动之所以难，不仅需要我们有逆流而上、改变规则的智慧，还需要我们有承担责任的决心和勇气。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要想采取上游行动，需要克服3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忙于应对各种紧急问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根本原因。第二个障碍是由于习惯或者思维定式，无法察觉问题的存在或者严重性。第3个障碍是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改变现状。但是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些障碍，就已经迈出了向上游前进的第一步。如果你和我一样，想要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掌握上游思维。作者在这本书里给出了7种方法，它们分别是团结合适的人，有改变系统的意识，找到抓手，提前发现问题，设置衡量成功的指标，提前预测可能会造成的关联问题，和寻找资金来源。在这7种方法中，我为你挑选了2个最重要、最贴近我们工作生活，也是作者花了很多篇幅阐述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提前找到信号，主动干预。
拥有上游思维，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问题发生之前做好准备，尽可能的降低问题发生的概率或者影响。我们可以去上游寻找问题的最佳干预点，为后面的行动争取时间。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艾略特，他是一名橄榄球队的医生兼体育教练。为了减少运动员受伤的风险，他找到的风险信号就是运动员的肌肉受力情况。早期在体育行业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艾略特主要是通过观察运动员的冲刺动作和机制，分析他们肌肉间的不平衡点，比如这根肌腱和另一根肌腱相比，是不是会更强壮一些。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艾略特开始使用 3D 立体动作捕捉技术，在运动员跑步、跳跃和旋转时对他们进行微观分析。这种分析可以达到惊人的准确度。比如艾略特在为一个运动员分析时，通常会注意到当他跳跃后着陆时，他身体一侧承受的力要比另一侧多 25%， 他的股骨在朝内侧旋转，而胫骨则是朝外侧旋转，这样就会导致膝盖受损。经过一段时间的定制化训练之后，艾略特还会重新评估，看看问题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改善。在这个案例中，运动员的肌肉受力情况就是一个有效的风险信号。再比如职场招聘网站李银公司专门面向招聘人员推出过一款产品，这款产品非常畅销，但是流失率也很高，没有续订的客户比例大概是 30%， 也就是说每年在10个客户当中就有3个人不再使用这个产品。那么刚开始公司的解决办法就是派专人与这些存在流失风险的客户保持沟通，如果这段时间流失率高，就要开始预警了。为了保住客户，大家都在想尽办法，但是部门主管罗莉·萨茜娜指出，真正的危机并不是客户流失率，而是客户使用率。萨茜娜带领团队做了数据分析，发现我们可以在客户购买产品后的30天内就准确预测谁会流失，原因是在前30天内使用过产品的客户，续订服务的可能性是其他客户的5倍。也就是说，很多客户买了产品却没有使用，只要能让客户在30天内多用几次，这个产品就能带来很大的收益。2年后，公司的营收也证明了萨茜娜找到的危机信号是正确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芝加哥市公立学校高中生毕业的案例。研究人员调查后发现，芝加哥市没有初中，孩子们从小学8年级直接进入高中9年级，很多孩子因为适应不了转变，就放弃了自己。而学校以前的做法是让他们停课2周，这对于一个已经快要辍学、勉强跟上进度的学生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现在，人们找到了2个非常有效的危机信号。第一，看这个学生能否修满全年5个学分；第二，看这个学生在数学或英语等核心课程上是否挂科超过1个学期。根据这2个有效的危机信号，学校和老师都改变了教学方式。老师们为了让所有的学生都能顺利毕业，甚至还会主动和学生沟通，了解他们为什么跟不上进度，怎样安排设计课程比较合理等。值得欣慰的是，2018年，在一系列有效措施和每个人的付出之下，芝加哥的公立学校高中毕业率从原来的 52.4% 提升到了 78%， 他们挽回了几万名学生的未来。粗略计算，这场改革的收益超过了100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你看，这就是及时发现信号，主动改变所带来的巨大效果。好，我们再来谈谈第2个方法，叫做正视系统的复杂性。也就是说，要想掌握上游思维，我们必须学会在很多情况下能够从系统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在几乎无限延伸的时间线上，上游只是一个和下游相对的概念。针对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很多个时间节点进行干预。换言之，上游不是一个特定的目标，而是我们逆流而上的一个方向。举个例子，相比于溺水，带上救生圈是上游的解决方法。那相比于带上救生圈，学会游泳又是更为上游的解决方法。你总是可以进一步向上游推进，只不过越往上游，问题的范围会越大，解决方案也会越复杂。尤其是在一些公共领域，如果你只关注某个局部问题，
没有提前考虑到可能会产生的二阶效应，就有可能导致治标不治本，甚至引发新的问题，这就是缺乏系统思考的表现。比如，为了保护环境，2014年，美国芝加哥市政府通过了一项法规，禁止商店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如果我们从系统变化的角度思考，禁止使用塑料袋潜在的二阶效应是什么？什么东西可能会替代一次性的塑料袋呢？人们可能会使用更多的纸袋，带上环保袋或者是不用购物袋。作者在这本书中介绍了一些学术研究结果，这些研究性的学科文件客观地分析了几种不同材料的袋子对环境的影响，从生产、运输、使用频率和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来看，一次性塑料袋的禁用政策是否真的有利于环境保护，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商店是如何应对这个突然的变化的呢？他们开始在收银台旁边提供那种更厚的塑料袋，声称顾客会重复使用这些更厚的塑料袋。但事实上，大多数顾客并没有这样做，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环境污染。令人困惑的是，2016年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又规定禁止使用这种更厚的塑料袋。结果，厨房垃圾袋的销量又开始飙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认为因为塑料袋的短缺，更催化了流行病的传播。因为很多流浪汉习惯用塑料袋来处理代谢废物，但是禁止使用塑料袋之后，其他的替代品就没有那么卫生了，会导致病菌的传播，影响公共卫生。你看，一个塑料袋背后的公共政策牵扯到多方的利益，设计起来也是错综复杂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在上游思维方面，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的新手，所以围绕正式系统的复杂性，这个方法除了提前需要预测二阶效应，作者也提醒我们要学会团结合适的人，找到抓手，然后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解决复杂问题时所必备的。一项公共政策的颁布，一个上游问题的解决方案拟定，可以先弄小范围的试点，一点点的探讨哪些措施可行，哪些措施不可行，以及需要满足哪些条件。2017年的时候，芝加哥市政府也是在一点点摸索之后，才发现商店可以提供纸袋和塑料袋这几种选择，但是每个塑料袋需要额外多收7美分的税。采取这个方法其实是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说到这，你发现没？所谓正式系统的复杂性，指的就是我们需要多花些时间，整体的、关联的、动态的思考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那个从一开始吸引我们的具体问题。好，到这我就为你介绍了2种掌握上游思维的具体方法，提前找到信号，主动干预和正式系统的复杂性。不过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上游思维的案例，其实多多少少是和组织有关的，比如学校、企业和城市。那如果我只想把上游思维应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我该怎么做呢？作者在这本书中最后提到，其实上游思维既不高深也不复杂。有句话我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它仍然是真理。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20年前，其次是现在。即使我们只是在工作上比别人多想一点点，多付出了一些努力，即使我们只是从今天起真正开始跑步健身了，这都说明我们培养了上游思维的素养，正在一步步的向上游进发。这本单田芳的上游思维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最后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读完这本书后最深刻的感受。对我来说，上游思维不只是一种提前预防未来问题的思考方式，它更像是去掉所有的技巧方法之后，我们内心对这个世界的一丝期待。正是这一丝期待驱使着一位老师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学生答疑解惑。正是因为这一丝期待驱使着一位医生哪怕没时间吃饭也想要多诊治一位排队病人。也正是因为这一丝期待驱使着一位警察耐心细致地和司机沟通，反复提醒他要注意安全。这个世界能够变得越来越好，离不开无数这样的人。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解读，很高兴你又读完了一本好书。未来的你一定会感激今天努力获取知识的你，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如果你觉得本频道的内容对你的进步有帮助，希望你给视频点个赞，订阅本频道，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个视频见。